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17日，我是黄小胖。今天我不讲习近平了，我讲另一个小逼崽子哪吒。最近哪吒2的票房被中国人刷到了世界历史前10并且现在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很多人呢他又赢了这里我们就不再去赘述了，说为什么这种成功它跟具体的中国人他没有一毛钱关系。你但凡疫情的时候，你像王思聪一样能在朋友圈发牢骚，也不至于说让这句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成为一句嘲讽我真的懒得说他们了。那么今天我们仅仅从中共从习近平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哪吒2它所谓的这个文化成功它即使对习近平对中共而言，它也不是一个好消息它不是给习近平的这个开年大礼，而是当头一棒。首先哪吒2它所揭示的这种文化脱钩、文化内循环，那是中共和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哪吒2目前的总票房据说是突破了125亿元人民币，那大概是17亿美元。那预测的总票房呢，说能够达到150、160亿元大概就是20亿美元出头。但这中间那国际票房它现在将突破1000万美元占目前票房总数的 0.5% 不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文化它跟世界它确实是有壁垒、有隔阂所以通常呢，中国的这个文艺作品它并不注重它是否能够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就像我说的，你即使是这个电影票房它国际票房占不到 1%、不到 0.5% 都不是问题。但是我们都会把这种极低的海外票房数据它当做文化差异的一部分。那因为好莱坞主流电影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它跟世界各地的电影反向传播到世界、传播到好莱坞，它确实是不一样的难度。但是呢，那这个哪吒2它这个预计能超过20亿美元的总票房它一下子就把这个遮羞布它给扯掉了、戳破了。你如果总票房已经影史前10了，甚至按照预测可以前5的那它在全球的票房还只是1000万出头，它不到 0.5%。那这就说明你的文化呢确实是别人不喜欢。那它不是说非好莱坞电影被人加了 debuff 而是说这个文化它别人真的不喜欢你一个影史票房前10、前5的电影，你都做不到让外国人进电影院看看，那你就没有办法说用这些票房一共只有1、2亿的那种电影的借口，说是因为总量不够大，所以无法冲破这种文化的差异和壁垒，对吧？那你前10、前5都不行，那真的是你自己的问题，没有借口。不然你还想怎么着每个电影都做成阿凡达、复联4、泰坦尼克，然后你再去看看这个文化软实力如何吗？所以我说这个哪吒2的票房好处那是出品方赚到的不是习近平和中共赚到的。习近平和中共如果看到20亿美元的票房，19亿9千万都是中国人自娱自乐的性质，那他恐怕很难高兴起来。那当然了，那如果习近平他只看微博热搜，他可能由衷的开心，对吧？这个以他的智力水平，我确实也不敢保证那有人说了说这个那习近平不是一直吵吵着说内循环吗？那现在文化产业内循环了，这不是挺好的吗？那么最直接的中国的文化产业它一直是内循环只不过是之前没有什么总量上的爆款。你比如哪吒，你比如去年那个黑神话悟空在这些爆款之前，那文化产业它总有一种幻想就说有朝一日我做出来爆款了，我就能打破这种文化的壁垒，也像中国制造一样风靡全球。但是现在你这个幻想被戳破了，它不是实现了习近平什么双循环的目标它是让大家明白了这本来就是内循环，本来就是在自娱自乐，那就不是什么好消息它就不是说习近平为了实现脖子自由去追求的那种内循环它最多只是如果习近平傻人有傻福，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习近平他讲的内循环他更多是强调实体经济的内循环，讲的是各个产业减少对海外的资金、技术、市场管理这些依赖。他不是说真的从此中国就要关起门来做生意中国的产品中国人自己消费，不再需要出口了。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它是习近平打造文化软实力它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它是不能够脱钩、不能内循环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要做给老外看，就是炫技的彰显中国的成功。它不是真的让你在国内看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喊着我命由我不由天你都不由天了，那你还听不听中共的话呢你要是想了半天，你想起来自己做核酸的时候那么顺从，万一开始反思了怎么办习近平和中共又怎么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文化产业的内循环呢？那么我们接着前一点分析上期视频我讲了，说习近平他把自己的成功把中国的成功定义为一种与世界各国的比较中产生的这是他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的前任中国领导人都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对于哪吒2这样的爆款电影，
它是一定要拿到国际上去好莱坞比比手腕的啊！最好你是踩着风火轮胖揍美国队长啊！它票房在国内多少个亿，它能落到习近平的口袋吗？这点收入产生的税费，那光线传媒它没有办法避掉吗？所以这和我前面讲的哪吒2它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的电影它即使做到了影史票房的前10、前5，它在世界上仍然是狗不理的状态那你说这对于习近平而言，那到底是开年大礼还是当头一棒呢？那么这个事情再进一步呀，它会引起这个票房数据统计的这个人均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常票房数据它统计的都是看总量的，它跟一般的经济数据它喜欢比较人均，它还不一样只有这个 YouTube 博主他会关注说平均每个观众看多长时间对吧？但是当大家都看到说一个中国电影它能做到历史前10、前5的总票房，但它却只是一个中国人自娱自乐的性质，那他就会开始思考那是不是说这个电影它即使在中国国内它是被这个人口基数春节大家都没事干这个环境给刷起来的。那同样的数据在这种思想产生前后，它含金量就大大降低了。那在这之前，你即使说外国没人看，那习近平他还可以出去吹牛说我们中国做了一个票房25亿美元的大电影。那在这之后，人家就会考虑说这不就是你们春节的大堂会吗？那你说习近平中共对此他能开心吗？那么我们上面分析了这个哪吒2它的这个票房数据它所揭示的这种文化内循环、文化脱钩，它是会让习近平头大的不能够让他开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从现实层面看看那这个电影本身它还在哪些层面它非常直接的给习近平和中共带来了负面影响。第一就是说哪吒这个电影本身，它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口碑，它其实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那么任何影视作品它一旦开始爆火，你就会有人去扒这个原型，那么对于小说改的这个影视作品就更容易。我们就经常看到这个小说改编的影视剧，那剧粉跟原著粉疯狂兑现的场景跟川粉川黑吵起来的样子真是不遑多让。哪吒也是如此他一火，他马上就有很多人出来说哪吒这个文学作品的原型多么多么不堪这里不要抬杠，我知道哪吒最早的原型在佛教这个不要抬杠。那其实我是不想去评价这个哪吒他原本的形象的，你毕竟你都改编完了，对不对？你没有必要说带着这个原罪你去评价。我就是也不赞成把这个电影的哪吒跟《封神演义》里边的哪吒联系起来。那这个事的问题就在于他哪吒的形象，他其实和中国的形象、中共的形象、传统文化的形象一样，他是经不起深挖的。他就像习近平进村的时候两边新刷的那种跟出殡一样的白墙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你一旦开始刨根问底你就很容易产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负面观点，而这是习近平他不愿意看到的。你本来没有这个电影，大家就少一个切入点习近平最希望的就是大家看完这个电影你喊着我们有我不由天的时候，把这个天假想成美国，把我想象成中国，那这个是做不到的小粉红的思想他在红线内他也是没有办法精准去掌控的结果钱被你光线传媒赚了，骂名我阿中哥哥来背，那习近平他能高兴吗？第二就是哪吒2的上映过程中出现了什么影视城拒绝为此排编美队4什么各地影史冠军那个按区域区分，上海是一个独树一帜的是复联4，什么小粉红自费包场刷数据它这都是在中国的文化产业甚至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它这个数据它为何扭曲，为何失真，它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也是中国目前它对西方社会一个敌视的心态的体现。这些它都不是习近平所希望看到的。那一方面中国目前它经过统计局修饰的数据它已经很难看了经不起人们再去灵魂拷问了。尤其是中国的数据造假，它很多时候它不是说我把100块改成120块，而是各种无效重复的政府投资项目各种垄断和保护造就的宽松环境各种投资都瞄准数据和成绩最优，而不是根据市场需求去进行决断。那这些数据尽管本身是真实的，但它都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没有意义的，它都是刷出来的这跟哪吒上映的过程中你排片做手脚爆空场的都是一个道理，一个逻辑。那这些行为一开始它会让小粉红们热血沸腾，但也会让更多的人留意到这玩意儿它跟经济数据的产生原理好像差不多呀经济数据它是不是不仅仅是数据本身造假这么简单呢？你看又不小心揭露了什么群众不该看到的东西。那另一方面就像我说，这些行为那加剧了这种中外对立的社会心态
而目前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是想暂时缓和矛盾的，他想跟川普认真探讨一下，你怎么样才能放过自己？结果人家川普说，那你连一个电影都不让我好好上，还有什么可谈的？那习近平他不难做吗？他亲自煽动的这种民族主义，这不就当场反噬了吗？那么第三啊，这个哪吒的爆火，它即使就国内影视行业的发展本身来说，它也未必是好事。首先啊，我们看到春节档的哪吒火了，可是我们也看到其他所有的春节档电影它都扑了。你很难说啊，这个哪吒它不是从其他影片吸血，来撑起所谓的春节档的。你从总量上看啊，1月28号到2月4号这个春节档总票房95.1亿元啊，它比去年的81.5亿增加了大概1/6。可是今年春节档哪吒一个片的贡献就超过了60%。那你说从行业角度来讲啊，今年的春节档它究竟是爆了还是扑了的呢？你就像20年前的皇家马德里啊，贵为银河战舰，一年一个世界足球先生，年年欧冠16郎。你说他在竞技上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你有这么个影史前10前5的电影加成，你春节档只有这个数据，你恐怕很多小粉红他都不会满意。其次啊，哪吒他一个电影火了，他带不起整个封神宇宙。这也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它跟西方的小说漫画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它里边善恶分明的啊，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很明确。你像漫威那种啊，每个角色都能拍好几个电影，神盾局它都能拍好几季啊，那在中国的文改漫改电影作品中它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哪吒火了它就火了啊，你要是再拍什么敖丙啊、申公豹、李靖，那一样从零开始。所以它对相关主题电影的带动能力有限啊，它极有可能是中国影史的一个昙花一现的作品。就像我前面说的啊，钱被光线赚走了，行业你该一地鸡毛还是一地鸡毛。最后啊，哪吒一个电影的票房成功啊，它虽然没有带动作用，但是又却极大的提高了这个中国电影的成功标准。以前5亿、10亿的票房就算成功了，现在可能20亿、30亿才算成功。那这个成功标准的提升，它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每一个具体项目的盈利能力，但是它却会改变投资者和老板的评价标准啊，它会对影视公司的估值产生影响啊。本来老板们就没什么钱了，结果啊，原本的爆款变平，平变扑啊，虽然具体的项目收入没变，但整个行业的估值下来了。尽管我们说啊，影视行业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就已经走歪了，但是在前期他还是有野蛮发展的阶段的啊。习近平他绝对是不希望再出现类似房地产这样直接垮掉的行业的。当然了，那影视行业即使垮掉，它也不会像房地产这样牵扯这么广泛，但它终归啊是给他的评价清单上又增加了一个败笔。而且我们一直说啊，中共的洗脑宣传，它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影视作品里边隐含的价值去进行偷偷洗脑的啊，不是我们整天大喇叭广播说啊，我们的习主席又指明方向了，这样会让人反感的，对不对？但是影视行业再萎靡下去啊，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啊，观众缘越来越差，那中共可以这样去润物细无声的洗脑的途径它就少了，那就不得不自费啊，亲自下场洗脑宣传。那不管是在效率还是花费上，那对习近平和中共它都是不利的。那综上所述啊，这个哪吒2它的票房成功啊，它其实揭露或者戳穿了这个中国与世界文化脱钩的现实啊，这种文化内循环它是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哪吒2上映过程中它这一系列的乱象，它其实就是中共在经济活动中刷数据的行为的具象化啊，它会让人们关注到这个习近平和中共他不愿意让人关注的问题。它不但无法带动影视行业发展，那还会引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负面评价啊。这个哪吒2这个电影啊，它绝不是影视行业它给习近平的开年献礼啊，它是当头一棒。好，今天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